Hello， 大家好，這裡是不做快閃內容的數碼旭。如果你希望 OpenCloud 每天能幫你切實節約半小時的工作量，那我建議你可以看完這10分鐘的視頻。如果你想直接進入教程環節的話，可以直接跳過這個位置。但開始教程之前我還是想多說幾句我對 OpenCloud 熱度的理解。我之前有做過一期關於 OpenCloud 目前很難被普通人用起來的視頻，還是蠻多人看的。也有很多人在評論區分享了具體的實操用法。這也激發了我重新去探索這個工具的興趣。所以呢，我特地利用春節這段時間，高強度的觸發它各種可能性。那我發現 OpenCloud 雖然對於我來說還遠遠達不到那種直接來賺錢的級別，但它在特定的場景下，對於我工作效率的提升，確實有非常明顯的提升空間。但在我這段時間深度研究以後，我認為 OpenCloud 還遠達不到讓人產生嚴重焦慮的級別，更不可能像某些博主吹噓的那樣，用它隨隨便便就可以賺到多少錢。因為商業變現的本質始終在於你的核心業務，業務是要靠人去構建的 ，AI 不會主動幫你找客戶。除了像做水軍刷評論這種低級的苦力活，我還真想不出 AI 能直接做出什麼能幫你賺錢的事情。所以我更願意給它一個比較客製的定位，它只是一個在你現有業務閉環裡面提升執行效率的一個輔助工具。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呢，我再以我個人的粗淺理解來解構一下 OpenCloud。OpenCloud 本質上它並不具備所謂的一個智能。真正的智能是來源於背後的大模型，它只是做到了2件事情。第一是讓背後的大語言模型多了一個能直接操控你電腦本地系統的觸手。第二呢，是提供了一個比網頁對話框具有更長上下文記憶的執行環境。在某些場景下，你不再需要像原先那樣子先問 AI 怎麼解決，然後再自己去點鼠標或者輸入文字，你可以直接下達解決問題的指令，它就會調用代碼和接口幫你完成。那從問答到執行的跨越。雖然不是 OpenCloud 首創，但是利用它確實是在很多繁瑣的場景下解放了人的雙手。比如以往我想為我一個視頻生成字幕，我需要打開 CapCut，拖入視頻原文件，然後點擊生成字幕，再用特定的方式導出來 SRT 文件，整個過程会非常的機械，至少要消耗7-8分鐘。現在在 OpenCloud 裡面我只需要用自然的語言告訴它，提取這個地址的視頻，基於原語言生成字幕，再分別翻譯成英文和繁體中文。最後生成3個獨立的 SRT 字幕文件。那下達指令以後，它會在後台自動調用模型還有各種接口來完成你的命令。它會把原本需要花幾分鐘專門去執行的操作，變成了只需要下達指令這個10幾秒。對於我來說，處理這類事務，就是它當下最有用的地方了。但我也希望大家能看清它執行任務的邊界。它目前還是完全無法基於用戶交互界面去實時理解你的系統界面，並且操控鼠標。一方面是在現在的 AI 視覺技術很難做到毫秒級的這種精準的操控，另外一個方面，那就算能做到每一幀畫面傳給大模型分析，這消耗了 token 的成本也是普通人絕對無法承受了。所以它運作的方式，它往往是依賴電腦系統底層的命令，還有程序開放的接口，用純文本的數據調用和傳輸來完成指令。那比方說，你是不可能讓它直接看着電腦屏幕，用 Final Cut Pro 幫你剪視頻，但它可以換成先以視頻來生成字幕。再以字幕作為數據的橋梁，讓它判斷重複語句和時間戳，然後再執行批量切割、再拼接，這種方式才是它真實的處理邏輯。在這個邊界之內你可以想象出各種好用的落地場景，比如開放瀏覽器控制權限，讓它打開機票網站爬取低價機票，或者是把一個目錄下的 TXT 文件批量轉成 PDF。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有人會問，如果沒有圖形交互，它是怎麼知道用什麼樣的代碼，然後幹這些看起來要打開好幾個工具才能幹的活？這就需要延伸出 OpenCloud 的核心工具 Agent Skill。你可以把 Agent Skill 簡單理解成專門給 AI 開發的應用。那蘋果用戶也可以理解為 AI 的快捷指令，它明確告訴了 AI 它可以幹什麼，還有怎麼幹。接下來我會跳過很多博主講過的基礎安裝步驟，直接講實操的案例。在安裝以後我認為最關乎使用體驗的事情是大模型的選擇，這決定了它的聰明的程度，還有執行的速度，還有你錢包的厚度。在我自費測試了幾個主流的模型以後，目前我自己主力在用的是 Minimax 2.5 的 High Speed 模型。当然，我用這個模型不代表它最好，這個也不是商單，是因為我發現 OpenCloud 在處理多步驟的複雜任務的時候，後台和模型之間的系統級交互會非常的頻繁。如果你用按 token 量來計費的御三家模型，這個消耗量是非常驚人的。所以選擇一個提供包月不限量計劃的模型，我認為是重度使用 OpenCloud 合理的選擇。如果你想體驗更流暢一些，我建議你選擇 Minimax 這個98塊的快速套餐的版本。那執行任務的時候速度會提升非常明顯。
那 Minimax 的包月計劃在我的評論區鏈接可以9折購買。如果你還沒有安裝 OpenCloud，你可以在安裝的過程啊填入 Minimax 給的 Coding Plan 的 API Key。如果你已經安裝好，但還沒有配置好大模型，你可以通過終端的 OpenCloud Config 的指令，在它的引導下完成模型的配置。而如果你已經安裝好，並且已經有配置好的模型，你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直接用自然語言對它下達指令，那它就會利用現有的模型能力自動修改底層的配置文件。不管你用的是什麼方式，那配置好以後，你都可以再問它你當前使用的模型是什麼，然後來確認。那 OpenCloud 這種可以用自然語言自我修繕的設定，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設計，它非常大的降低了像我這種沒有技術基礎的人使用它的門檻。然後後面還有很多場景都可以用上這一招。然後在使用思路上面，我個人的核心建議是，對於非技術人員千萬不要為了用 AI 去生硬的創造需求，而是在日常工作中尋找純耗費時間但邏輯簡單的任務交給他。比如我最近想收集海外博主用 OpenCloud 都會做些什麼，我就讓他主動查詢油管裡面 OpenCloud Use Case 這個搜索詞下排名前10的視頻，然後把字幕下來，然後保存到我 iCloud 的特定文件夾裡面，並且都轉為 PDF。那等他執行完以後，我直接用手機端或者是電腦端的 NotebookLM 導入這些字幕進行深度分析，這比我過去先去找字幕下載工具，然後再一個個下載省了很多時間。而且因為我接了即时通信工具，所以這個事情遠程都可以幹。再比方說，我每天要看自己在各個平台流量和粉絲數據，我會讓他每天早上的7點自己打開瀏覽器去查詢，然後匯總以後通知我。那前提是我已經手動完成了各個平台的登錄。像這種純粹靠解析網頁內容的方式，其實很容易出錯。但你可以通過對話來糾正它。由於它有長的上下文記憶，OpenCloud 會自動在你本地記住正確的抓取邏輯。那前面這些只是教你用 OpenCloud 的一些正確的解決思路，還有碰到問題的解決方法。但是讓它更好用的策略是剛才提到的工具 AgentSkill。AgentSkill 其實是 ActionRocket 公司在2025年10月提出了一種讓 AI 執行任務的範式。你可以把它理解為 AI 的標準化插件或者是 APP， 它通過一套結構化的文件直接告訴 AI 你現在是誰，以及你該怎麼去幹活。而且這套標準是通用了，不管是 OpenAI 還是 Gemini，或者是 Minimax 還有 GLM，都可以聽得懂。那也正是因為這套標準的出現，AI 才真正的從只會聊天，然後進化到了能幫助人幹活。所以並不是 OpenCloud 憑空變出了這些功能而是使用到了 Skill 這個能力。這也意味 OpenCloud 在火起來之前，在開源社區裡面其實就已經有很多現成的 Skill 的資源，這才是它真正好用的基礎。所以當你有想法的時候，我建議第一步不是讓它直接去硬幹，而是直接讓它自己去查詢有沒有現成的 Skill。如果有你就直接安裝下來試用。當然你也可以去現在有了 Skill 庫來自行搜索。我目前認為不錯的是 skillsmp.com 這個網站，你可以很輕鬆的搜索到你想要的 Skill。並且可以看到它的使用人次，比如之前提到了做字幕的案例，就是我通過 OpenCloud 查詢生成字幕的 Skill，安裝下來以後實現了。我再舉幾個實例你還可以使用嗶哩嗶哩的監控技能讓它發送當下某個主題的熱門視頻有哪些，來幫助你抓住熱點。然後你還可以通過翻譯的技能把當下的 Markdown 文檔直接翻譯成多個語言。它還可以通過安裝 Find Skill 技能，讓 OpenCloud 具備更好的自行搜索技能的能力。甚至你還可以很靈活用它創建技能，比如油管的視頻和音頻往往需要分開下，才可以獲得更高的碼率。這樣如果想獲得一個高質量的有聲視頻，我就需要讓它先下載視頻，再下載音頻，然後2個再合併。這時候我就讓它創建一個先分開下載，然後再合併視頻的技能。在這個時候，你只要發布一次命令，它就可以把下載和合併這2個事情都一次性幹了。所以總結下來在前面提到了使用邊界和好用的模型的選擇下面，你的想象力越豐富呢，它能幹的活就越多。那同時你可以利用好 AgentSkill，需要的時候也可以用它創建一個。當然不可否認AgentSkill 這個東西還沒有形成一個像 App Store 這種規範的市場，所以有好有壞。有時候它的確做不到你想做的事情，那可能就要學會放棄。那等過一段時間可能會有更好的解決方案。千萬不要為了用上 AI 花大量的時間去折騰。對於有些博主提到可以讓它成為你的日程安排的工具，或者是人生規劃的指導師，那像這些其實都已經有像 GTD 這樣很成熟的方法論和相關的工具。那還有對於長篇深度的寫作，還有知識的獲取還有研讀，我也更傾向於使用 Gemini 或者是 NotebookLM。最後總結一下，我還是那個觀點那結合目前 AI 的發展階段，OpenCloud 絕對不是萬能的。千萬不要為了顯得極客為了用而用，你必須要基於真實的日常需要去用它。只要找準場景哪怕只處理幾個枯燥的任務，
它至少也可以幫你每天省下半小時的機械工作量。作為一個不懂開發的人啊，我有一個可能不太討喜的結論。我個人並不認為目前 OpenCloud 在技術上已經構成了很深的護城河。它最大的問題還是它的易用性，它的學習門檻可以把很多普通用戶擋在門外了。除非它自己在用戶交互界面還有這個配置的門檻上面完成革命性的升級，那不然呢，在這個一日千里的 AI 時代很快就會有更好用的東西來取代它。所以我認為保持對效率的渴望，還有對新技術的清醒的認知，才是大家在這個時代不被淘汰的良藥。那這期視頻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麻煩你點個讚支持一下。我是不做快餐內容的數碼旭，我們下期再見。